来人，将皇上拿下！放开朕！晴儿，哀家知道你是个好皇帝，但可惜你不是哀家亲生的，这皇位你不配坐。江明珠，能攻臣，勾结外邦，谋权篡位，你们早晚遭报应的。江明珠，我一直敬你为太后，你作恶多端，不得好死！成王败寇罢了。来人，将他们带下去，好生看管。对外就说皇帝主动退位。不得好死！江明珠，你不得好死！江明珠，你不得好死！晨儿，母后答应过你的，这大齐的江山一定是你的。母后，孩儿今日能登基，多亏了母后。只是什么？只是母后，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害死婉婉。早在婉婉死的那一刻，朕就更不能立刻杀了你。婉婉，他一个敌国余孽啊！他靠近你，是为了让大齐亡国呀！住口！即便他是敌国余孽，他想要我亡国又如何？就算朕的性命，也可以随时拿去。以后你就下去，好好给婉婉赔罪吧。二哥，救我！救我！小妹，别怪二哥，皇上已经答应我，让我帮他监国。你说我也没法忤逆，对吧？母后，皇兄说的对，谁让你当年也不让我和阿成在一起？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江明珠为了儿女，为了江家，一生机关算尽，最后竟是惨遭背叛，死在了自己亲儿子的手里。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！若有来生，我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！母后，婴儿还这么小，你何其忍心？哀家不是已经死了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还有这个太子，哀家记得他3年前就早夭折了，怎么会？难道我回到了3年前？皇后娘娘，皇上和神医在赶回来的路上，约莫很快就到了。神医一定能救回婴儿，婴儿别怕，娘亲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上一世小太子死后，从前孝顺听话的皇后彻底恨毒了我，我和皇帝也真正开始不死不休。还好，现在一切都还来得及。把太子给我。神医马上就到，不劳烦太后费心。来不及了，我记得上一世神医来时便说，若是早到1刻钟，太子或许还有救。放肆！皇后什么时候连哀家的话都不听了？方若，把太子抱过来。是。
取黄酒来。你要干什么？女儿还小，那是皇上唯一的血脉，求求你放过她，求求你放过她！已经害得伊儿陷入昏迷了，难道你还要向她下毒吗？残害皇嗣是大罪，哪怕你是一国之后，是否也难逃一罚？聒噪！想要伊儿活命，就闭嘴！你这个毒妇，谁会信你真心救伊儿？不要！不要！这保心丹总共3颗，当年还婵儿难产时用的1颗。幸好我每月贴身携带，才能保下太子无虞。今日我若是活命不成，怕押上我全族性命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太子是皇帝唯一的血脉，上一世太子死后，我与皇帝之间的关系就彻底破灭。江明珠，这辈子一定要保全太子性命，全力支持辅佐皇帝，好好当我的闲散太后。皇上驾到！皇上驾到！皇上，你快救救伊儿！太后给他喂了毒药，太后要杀他！周景，快看看！是。仲景神医，伊儿如何了？回皇后，太子已无性命之忧，臣回去开几副药方滋补着，好好调养一段时间，便可大好。仲景，多亏你救了太子，你想要什么赏赐，尽管提。不，皇上，救太子的不是在下，而是另有其人。仲景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在臣为太子诊治之前，已经有人为他服下了保心丹，不然以太子的情况，根本等不到我来。保心丹是，保心丹能在关键的时候保人性命，世上一共只有6枚，据我所知，已经用去了3枚，剩余的3枚不知所踪。没想到居然在宫中见到了。当年太后难产，服用的正是保心丹。难道刚刚母后给伊儿喂的就是保心丹？儿臣感谢母后救下伊儿。母后，是臣妾猪油蒙了心，方才对您多有冒犯。母后您大人有大量，救了伊儿，臣妾感激不尽。哀家可担不起你这声谢，往后你可把太子带远些，免得出了什么问题都怪在哀家的头上。今日一事，你务必查清楚，哀家倒要看看是谁在背后想让哀家背黑锅。上一世，我明明没有对太子动手，可太子却离奇死亡。太子的死，恐怕是另有阴谋。方若，你秘密派人去查查太子一事，哀家倒想看看是谁在背后搅弄风雨。是。太后娘娘，建安侯求见。臣参见太后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大哥这时前来，
所谓何事？太后，您吩咐我的事情已经办好了，只等后日上朝，就对皇上发难。你说什么？太后，这不是您的主意吗？皇上后日定会在朝堂上颁布新政，此举分明是想借此分化太后与各世家的权力。臣已经私下联络了不少大臣，约定在明日朝堂上竭力反对，以死劝谏。上一世，我听信江肃和南宫臣之言，盲目反对皇帝新政，到死那年才发现新政却是利国利民的好事。哀家不是这个意思，皇帝实行新政是好事，你们不得阻拦。太后，此事我们筹谋已久，若是此时放弃，大哥，哀家今日就给你透个底。我瞅着臣儿现在越发的不像话，一点也没有能担起天下的样子。皇帝现在治国有方，是个好皇帝。太后，您不想争了？哀家不争了，现在只想清清静静的好好过日子。如今皇帝治国有方，势头正盛，眼下我们跟皇帝结怨不深，好好缓和关系，这才能保全我们江家。可是如今的局面，即便是您想退，二弟江肃那边怕是也不会同意。大哥，你我才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妹，毕竟与二哥隔着一层。我最近瞧着二哥所作所为愈发没了节制，依我看，倒也不像是真的为了江家。小梅，你是说……大哥，眼下只管通知我们自己人，看二哥这样子，以后要是与皇帝继续作对，那哀家自会处置。主子，要奴婢说，您现在已经是太后了，正是颐养天年的时候，又何必再操心这许多？方若，你说的对，哀家以前就是管得太多了，日后我们清清静静的，好好自己过日子，什么也不管了。母后，母后，您未免也太过恶毒，忘了他孝顺懂事，对您处处恭敬，不知是哪里惹您生气，让您如此羞辱他。你这是来找哀家问责来？儿臣只喜欢婉婉，她乖巧懂事，儿臣此事非她不娶，她必须成为儿臣的正妃。你可知那谢婉乃是一介民女，且来路不明，担不了王府主母的责任。儿臣知道。你要娶那个女子，对你丝毫没有助力，日后免不了遭人非议。母后，儿臣心意已决，此生非婉婉不娶。既然如此，那便娶了吧。母后，您说什么？你的事情往后自己做主，不必来过问哀家。好啊，既然如此，希望母后可千万不要反悔，否则休怪儿臣翻脸！哼！这就是哀家为其殚精竭虑，为其谋划的好儿子，为了一个敌国余孽，亲手杀死自己的亲生母亲，真是可悲可笑。我倒要看看，没有我的扶持，还一个草包王爷，你不能得偿所愿，登上皇位。如今民生艰难，多怕旱灾，百姓食不果腹，衣不蔽体。朕提议轻徭薄赋，税银减半，清点国库赈灾，努力发展农业、手工业。对于新政，诸位爱卿有何见解？
若无异议，明日开始提亲。皇上，此事万万不可。哦，江爱卿是对朕有意见？臣不敢，只是一来您刚登基不久，如今国库空虚，正是用银子的时期；二来，如果官府都揭不开锅，那何以服众呢？三来，如果给百姓分发耕地，那日后民富而国穷，岂不是要把江山拱手让人了？哼，是吗？朕倒是听说，你们江家恶意打伤平民，多收税赋，必然是江南一霸，手眼通天。百姓们递出的联名状，连朕都知晓。这就是你说的揭不开锅吗？皇上，臣冤枉呀！是那些刁民信口雌黄，贪得无厌。我们江家在江南所做之事，都得到了太后的首肯。那太后总不至于对江山社稷不利吧？皇兄，母后从小便教我，治国不可有妇人之仁，国库有银储备，方能抵御敌国，方能长久，万万不可赈灾减税啊！臣王言之有理，不愧是太后一手带大的，竟然颇有几分先帝的治国之姿呀！老朽佩服。哎，放肆！这天下到底是朕的天下，还是太后和你们江家的天下？皇上，您如果为了推行新政而恶意抹黑我们江家，那臣只有以死明志，为我们江家自证清白。张大人，你觉得如何？启禀皇上，太后在您年幼时监国数10载，对朝政了然于心。既然江家受太后旨意多征赋税，我等支持太后，万万不可放财于民。赵大人，你呢？臣附议。臣等附议。如今百姓连饭都吃不上了，而你们还在想着自己的1亩3分地。皇兄，当年父皇在，国库殷实，百姓长乐。现今新皇登基，一上来便大肆改革，一举便动荡江山社稷，国危。若朕执意如此呢？皇兄，祖宗之法不可废，此番改革，臣弟等不敢苟同。若是皇兄执意要改，恐怕会遭天谴。放肆！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来人呀！等等！皇上，既然您一定要推行改革，而我也不想当千古罪人，更不想让先辈蒙羞，那臣只有以死明志，劝诫皇上。大胆！江大人以下犯上，给我拿下！太后到！朝堂之上如此熙攘，所谓何事啊？太后，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难道江素和南宫辰真的是她说的？启禀太后，皇上一意孤行，执意要推行新政，还说我们江家欺行霸市，胡作非为，臣不得已只好私见明志。是吗？果然，他们3人联手。正是呀，太后，还请太后引荐。皇上他还年幼，竟是受了小人的蛊惑。现在国库空虚，他不想着征收百姓，反而还把他们的税收减半。长此以往，国将误国呀！太后，不错。母后，儿臣自小便听您监国，也学了一些皮毛。皇兄此举乃是动了国本，乱了朝纲，日后他国如何看我们大齐？有太后明鉴，万万不可放财于民。请求母后劝皇兄迷途知返，万不可一错再错。皇上非要违背祖宗之法，推进新政，分明是跟先帝作对呀！臣等跪求
太后复位，垂帘听政，护我大齐周全。臣等跪求太后复位，垂帘听政。放肆！皇帝治国有方，江大人这是要谋反吗？先皇曾立下遗嘱，待皇帝成年后就归政。江大人让哀家治国，是想哀家抗旨谋反吗？皇帝治国有方，他推崇新政，既是利于民，哀家愿意支持。太后居然支持我，今日是唱的哪出啊？丞相魏大人，尚书李大人，你们觉得呢？回太后，皇上的新政固然激进，但仍有可取之处。若徐徐图之，臣以为未尝不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。臣附议，皇上如此忧国忧民，实乃大夏之幸。皇上是哀家看着长大的，皇上品性纯良，励精图治，一心为国，哀家愿意支持皇帝。诸位大臣应当全力配合，切不可阻拦。林显，你说太后今日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属下不知。除了朝堂上太后公然支持您以外，慈宁宫里的4名跟太子出使相关的宫女已经全部抓获，太后没有半分阻拦。不管太后是什么意思，总之这是我们的机会，吩咐下去，一定要给我好好的审。不只是太子一事，还有今日太后在朝堂之上，为何会支持新政？是，属下遵命。不管是后宫的太子遇害，还是在朝堂之上群臣死谏，这一切都有太后的影子。随朕去趟慈宁宫。儿臣给母后请安，母后近日身体可还康健？哀家近来一切都好，皇帝这个时辰给哀家请安，可是为了太子一事。确实查到了一些线索，只是目前的人证物证到了慈宁宫便断了。若想继续查下去，还得问母后的意思。是吗？方若，你带着林显亲自去拿人，务必将此事查得水落石出。如此，皇帝可满意？多谢母后，此事关系母后清誉，朕一定会将此事查得水落石出，有任何线索都绝不隐瞒。不过朕还有一事有疑惑，江家乃世家大族，新政必定会对江家产生影响，不知母后为何会在昨日为我说话，支持新政？以前不过是老祖宗之法罢了，现在需要变通。如今天灾不断，国家征税过重，皇上推行新政是好事。母后当真这样觉得？自然。不过什么？哀家送你4个字：徐徐图之。是。儿子谨遵母后教诲，儿臣还有要事要处理，儿臣先行告退。今日在朝堂上，母后这是什么意思？她一向看重江家的利益，怎么今日？皇上，今日早朝，太后的亲兄长江回称病并未上朝。但属下让人打听过，江回根本没病，且事发的前一晚，他还去了一趟慈宁宫，这
定是太后的意思。此事定有蹊跷，母后要强了半辈子，绝不可能突然放权。林贤，安排下去，对慈宁宫严加看守，有什么风吹草动，立马向我汇报。是，属下告退。已经3天了，叶儿还没醒过来。母后，叶儿，你终于醒了，让母后担心了好久。母后，我没事，让母后担心了。叶儿，皇上，叶儿终于醒了，她终于醒了。神医说的果然没错，眼下太后似有悲敌，我要先缓和关系。皇上，这次多亏了母后帮忙。臣妾想等叶儿能下地了，带她亲自去向母后拜谢。也好，毕竟是叶儿的救命恩人。贱人，看我不打死你！公主，我错了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求您放过哥哥。小妹，别怕。还敢嘴硬！太后不好了，公主好像出事了。上一世我没来现场，只是听说公主被人欺负，便不问青红皂白，让人给这两兄妹杖子20，任凭他们怎么喊冤，也未曾心软。如今看来，倒像是另有隐情。走吧，随哀家去看看。太后驾到！母后，您可一定要为女儿做主啊！他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欺辱我，这分明是不把您放在眼里。您要重重的罚他们。母后，事情并非如此，哥哥不是故意的，他是为了护着女儿。母后若是怪罪，还请责罚女儿一人，这事和哥哥没有关系。母后，四妹的伤是儿臣造成的，今日本就体弱多病，怕是经不起责罚。儿臣愿意承担一切。母后，女儿就是这样受人欺负的。这南宫硕赤胆忠心，后来被皇帝看中，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。南宫瑾看着柔弱，但心机颇深，两兄妹后来没少帮着皇帝对付。母后，蠢货，给哀家闭嘴！蠢货，给哀家闭嘴！母后，我到底还是不是你女儿？竟然为了外人这么对我！你来说，刚才发生了什么事？一五一十的说清楚，不许隐瞒。回太后，六公主身子刚好，12皇子陪她出来散散步，无意中撞了安乐公主，安乐公主便打了六公主，还让她说，还让六公主跪下替安乐公主擦鞋，六公主不愿，便被安乐公主用鞭子抽打。贱婢，本公主的母亲可是太后，你竟然污蔑本公主！哀家怎么生了你这么个蠢东西？明明是你的错，还敢如此跋扈！母后，你竟然帮着外人，你一定会后悔的！太后，公主怕是又要伤心了，不如让奴婢去哄哄。不必了，让她回去好好反省反省。平日里都是哀家太惯着她，才让她如此跋扈，不知分寸。哀家平日里是少你吃了，还是少你穿了？你们二人做出这副穷酸样子，到底是想给谁看？母后恕罪，还望母后莫要生气。太后娘娘手下留情，太后娘娘手下留情。太后息怒了，阿硕和阿锦这俩孩子不懂事，得罪了安乐公主是他们的不是，还请娘娘手下留情。平太妃倒真是个好人。臣妾知道安乐公主伤得厉害，太后心里有气，但这世上所有事情都有一个道理，哪怕您是高高在上的太后，这事儿也不全怪孩子们。平太妃的意思是，哀家不分是非对错，活待他们了。
多谢平太妃，母后为人亲切，已经替我们主持过公道了。平太妃可听清楚了，以后要做好人，也应该清楚事情缘由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平太妃想让哀家惩罚他们呢。不，臣妾没有这个意思，只是瞧着这俩孩子可怜，想多照拂几分。这二位毕竟也是正经主子，什么时候需要你来照拂了？以后这越俎代庖的事情，平太妃还是少做些。你们二人随哀家回慈宁宫，哀家有话跟你们说。是。方若，哀家记得先皇的皇子公主奋力都是从哀家这里拨走的。此二人穿得如此寒酸，是想打哀家的脸吗？回太后，12皇子和6公主的份例，奴婢每月都是按时让人送去寿安宫的，不敢从中克扣。起来吧。既然如此，那问题就是出在寿安宫身上了。你们二人大小是个主子，怎么能让下人骑到你们头上？不如一根白绫吊死，免得污了皇家体面。太后息怒，儿臣回去定会好好整顿那些刁奴，收回份例，不让皇室蒙羞。行了，都下去吧。儿臣告退。方若，好好去查查这位平太妃。平日是哀家小瞧她，没想到平日里看着一声不吭，却能如此收买人心。哥，你说今日太后是什么意思？莫非她当真转了性子？太后这些年虽然恶毒，但对你我二人并无亏待。宫里旁人恨她，咱们可不能忘了这份恩情。姐儿明白。倒是平太妃今日举动似乎有些奇怪。平太妃往常对我们如同亲生，今日应该是太着急了些，误以为我们二人被欺负了去。但愿是这样吧。回太后，刚查到些消息，12皇子与6公主这些年之所以受到苛刻，与平太妃脱不了干系。他买通宫人，恶意抹黑太后，再施些小恩小惠，试图挑起皇子公主对太后您的仇恨。果真如此，你派个人把这件事情透露给南宫硕兄妹知道。太子遇害一事查得如何？回太后，属下无能，只查到给太子下毒的是寿安宫的宫女，但昨日那2名宫女已服毒自尽，线索同样指向寿安宫。奴婢们身份低微，没办法再查下去了。哀家真没想到，这个平太妃居然如此果决狠辣。此事你去转达给皇上，让皇帝来决断。是。居然是寿安宫。平太妃素来待人忍厚，怎会做这种事情？除了那2个服毒自尽的宫女，还有什么线索？那2位宫女是寿安宫门外打扫院子的2等宫女，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查到。皇上，可还继续查下去？之前太子遇害，嫌疑最大的便是太后，可宝心丹珍贵，降低了太后的嫌疑。那么平太妃，朕了解平太妃，她向来与人和善，应当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况且只是死了2个宫女，根本证明不了什么。查查其他线索吧。是，皇上。但方才太后的宫里人来报，慈宁宫那边已经知道详情，想必不会善罢甘休。朕亲自去跟太后解释一下吧。母后，只是2个在外头洒扫的2等宫女，而且死无对证，如此大动干戈，并不合适。皇帝这话说的，哀家这宫里头搜的，偏偏那寿安宫不一样。哎，莫不是这平太妃
比哀家这个太后还要尊贵。儿臣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事情尚未证实。皇上莫不是忘了，哀家做事何时需要证据？来人，传平太妃过来。臣妾参见太后娘娘，娘娘万福金安。有平太妃在，哀家一点都不怕。平太妃，你谋害太子，试图挑拨哀家与皇上的关系，无故克扣皇子与公主的吃穿用度，你可知罪？还请太后娘娘明鉴，宫里出了这等宫女，是臣妾的失职，但谋害太子这等歹毒的事情，臣妾万万不敢做，更别提克扣皇子和公主的吃穿用度啊！人死灯灭，平太妃当真以为哀家拿你无可奈何了吗？太后，皇上，臣妾冤枉啊！母后，过往的事情，哀家不与你计较，但谋害太子的宫女出自你公主，哀家治你个管教不严之罪，你可心服？臣妾不敢一言，听凭太后责罚。母后，平太妃毕竟抚养过朕一段时间，能否看在儿臣的面子上，从轻处置？既然皇帝开口了，那自然是要给皇帝几分面子，那就罚平太妃在慈宁宫门口跪着，跪够一个时辰，可自行回去。这件事情便是了然。太后，臣妾怎么？平太妃觉得这个惩罚太轻了？不，臣妾认罚。平太妃可跪下了？回太后，跪下了。奴婢特意吩咐了人在门口看着，务必跪满1个时辰再放人。主子，平太妃蓄意作恶，还妄想污蔑到您头上，只跪1个时辰，是不是太轻了？这你就不懂了。那些下人惯来是拜高踩低的，今日这一跪，便是要让他们知道，谁才是宫里真正的臣子。你派个人去查一查平太妃与先帝的关系。细细想来，今日之事是哀家看错了先皇的心意。太后，您的意思是？平太妃一无儿女傍身，二无母家权势，却能手腕滔天，算计到哀家头上来。哀家不得不怀疑，平太妃与先皇的关系并没表面上那么简单。这怎么可能？太后恕罪，奴婢只是觉得平太妃这般资质，先皇没有理由这样做。若是之前，我也以为不可能，但上一世平太妃居然留到了最后，凭她自己可没这么能耐，除非有人支持她。哀家一直说过，这宫中有第3股势力，哀家一直不清楚背后之人究竟是谁。你照这个方向追查下去。还有，务必要往寿安宫安插几个钉子，不求速度，也不求身份，慢慢来。奴婢明白。哎，看，瞧瞧，那不是平太妃吗？怎么落得这般下场？你是不知道吧？平太妃涉嫌谋害太子，被太后娘娘罚站，要跪1个时辰呢。平太妃素日里最是装的菩萨心肠，没想到也有着辣手无情的一面。太妃，经此一跪，我在后宫中还有何脸面？江明珠，你好狠的心呐！太妃，您受委屈了。当年他说，只要有他江明珠在，他就能替我挡下一切，我只管安安稳稳的养好孩子就行。可后来呢？他走得早，留我一人被他江明珠踩在脚下，我实在是不甘心。太后这是怎么了？这2次，太后的态度都格外不同寻常。就他那猪脑子，还能察觉出什么？只是让下边的人往后行事再小心些，莫要让人再抓住把柄。皇后娘娘，平太妃被太后罚跪在慈宁宫前。你说什么？平太妃是被太后罚跪的？是，
太后娘娘还放出话来，是平太妃治下不严，纵容2位宫女陷害了太子殿下。2个平常宫女哪有胆子陷害皇子？背后必是有高人指点。倒是这位平太妃，本宫素来与她没有过节，倒是没想到她居然这么狠心。可是娘娘，平太妃会不会是被陷害的？哪会有这么多巧合？日后给我盯紧收安，胆敢害我儿子，便是他曾经抚养过皇上又如何？母后，我要好好学本事，等我长大了，对付皇祖母，不让他欺负你。叶儿不许胡说，皇祖母未曾真心对付过我们，只是命上为难一下，我还受得住。他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。那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谁？等叶儿长大了，就明白了。主子，珍妃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，明日您就能看平太妃的戏了。好，你办事，哀家一向放心。太后，皇后娘娘已经在门口候着了，让她进来吧。臣妾见过母后，时辰尚早，不知是否打扰到母后休息？外面吵吵闹闹，自然影响了哀家休息。说吧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竟然闹到哀家这里来？启禀母后，昨夜珍妃与侍卫私通，祸乱后宫，罪不容诛。皇上震怒，这才闹了半晌。珍妃与平太妃交往甚密，我也是前世吃了几次暗亏才知道，她竟是平太妃的人。可惜了，这辈子既然让我知道，就留不得。你说什么？母后息怒，都是臣妾管教不严，还请母后责罚。皇后，你是6宫之主，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你责无旁贷，应当好好管理后宫才是。母后，您同意让臣妾整顿后宫？从前母后一向不喜我过多干涉后宫，怎么这次态度转变得这么快？当然，先前太子落水一事，借着这次机会也一并好好查清楚，尤其珍妃和平太妃们，务必搜得仔细些。臣妾明白，一定查得仔仔细细，绝不让这寿安宫有居心叵测之辈。方若，外面怎么吵吵嚷嚷的？这几日宫中是发生了什么新鲜事？回太后，大将军前些时日又打了一场大胜仗，那些鞑子们怕是好长时间都不敢侵犯咱们大齐了。皇上下令嘉奖，封大将军为秦王，不日就要班师回朝。秦将军，这么多年，他终于是要回来了。还有啊，今日是咱们皇上登基以来第1次有外邦来访，只是来人甚是奇怪，竟是想将一枚小小的玉米以1万斤的价格卖与大齐。皇上震怒，宫中的人也都笑他是个傻子呢。玉米，少义士临死前却是听说南边藩国有种粮食比稻子还高产，莫非就是此物？我虽下定决心不理朝政，但若是凭借此事取得皇帝信任，倒也没有坏处。你吩咐人下去，秘密将玉米买下，再找会耕种的仆人到庄子里好生照料。哀家倒要看看这玉米到底有何神奇。主子最近怎么突然对这些事情如此感兴趣？这你就不用管了，但记得保密。太后，不好了，公主她上吊自尽了。主子，公主到底是您的亲生女儿，您还是快去看看吧。不急，我谅她也没那么大能耐。叫母后过来，要是不来，我今天就吊死在这儿。公主，奴婢求你了，快下来吧。太后驾到！太后娘娘，求您快救救公主吧！公主只是有些不起小不堪，求您了。是啊，太后，公主这几日一直郁郁寡欢，以为您不喜欢她了，求求您救救她吧。她想死就让她死，在这大庭广众之下装模作样，算什么本事？她要真想死，就该在夜里自己宫中吊死，哀家也算高看她一眼。
母后，为何变得如此狠心，当真不要我这个女儿了吗？不要了，你这样白眼狼的女儿，哀家可要不起。哀家知道你是受了公主的指示，但欺瞒哀家可是死罪。哀家看在你是身不由己，就免了你的死罪，但活罪难逃。来人，掌嘴40。是。母后，你何时变得如此绝情？方若，你说哀家费尽心力教养儿女，为何如今会变成这副模样？臣儿为情所困，任人不亲，乐儿竟如此嚣张跋扈。你说哀家是真的做错了吗？太后，您请放宽心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您的好日子还长着呢。你且先回去吧，哀家想自己走一走。是。方若啊，这天气太冷了，快命人加点炭。主子可不能再加了，这会子外头日光正好，您要不出去走走？哀家不去，近日宫中选秀闹得很，哀家可不想去凑这份热闹。太后，秀女江瑶求见。江瑶？回太后，是江家二爷江素的次女。今年入宫选秀，江家来了几个孩子？江家大房只送来一位嫡女江月，二房有一嫡一庶，另外还有3位旁支的姑娘。江素把二房的女儿尽数送来后，野心之大，上辈子我竟然毫无察觉。哀家听闻这江瑶在宫中很是跋扈。二小姐确实十分张扬，前日还掌掴了一位秀女，那秀女身份不低，怕是不能善罢甘休。江月呢？表现得如何？大小姐倒是十分低调，守规矩，却不失身份气度，不愧是大爷培养出来的江家嫡女。看来这江家的根也没完全坏了。那二小姐，太后要不要见一见？不见了，通知下去。哀家不想再听到她仗势欺人的话，否则别怪哀家不顾情面。以前姑母最疼我了，此次进宫，我定要让姑母给我个好例子，压过江月一头。太后今日身体不适，不宜见人，姑娘还是改日再来吧。这怎么可能？姑母怎么可能不见我？嬷嬷，你有转告姑母是我吗？江瑶啊！二小姐，太后让您好自为之，莫要再仗着江家的身份为非作歹，否则太后也就顾不得二老爷的情面了。皇帝可知道哀家今日请你过来，所谓何事？母后，可是为了选秀之事？没错，找皇帝确实为了选秀之事。本次选秀，江家女孩也在此次的选秀当中，还请皇上多多照应。母后放心，江家表妹，朕一定派人好生照顾。只是这位子上，皇帝，江家二女不在此次选秀当中，大房已找好了人家，等这次选秀结束，便希望皇帝能给月儿姐赐婚，给她一份体面。母后吩咐，朕自当遵从。只是不知舅舅看上哪户人家了？是大理寺少卿徐尚臣。大理寺少卿，倒是门当户对。那江家剩下2个表妹，母后如何安排？江素之女江瑶也在其中。此人又蠢又毒，最近没少折腾。江回秘密来报，说江素私下与敌国往来，皇帝最近对江素要小心一些。此话当真？通敌卖国可是死罪，就算是江家，朕也无法容忍。哀家已经派人秘密盯着了，若是皇上查实，
那哀家不必皇帝动手，自会清理门户。哀家的太后是大齐的太后。如此，江苏和太后、江淮都真不是一条心。此事朕定会派人好好查。至于江瑶，朕就留在后宫吧。哀家明白了。江瑶蠢笨，却毕竟是江苏的亲生女儿，留在身边总会有用处。太后懿旨，宣秀女入殿。臣女见过太后、皇后娘娘。都起来吧，抬起头来。这便是今年最后一批秀女了，母后以为如何？此次为皇上选秀，充盈后宫，哀家就不掺和了。此事都由皇后定夺。是。为丞相府嫡女魏青青拜。臣女魏青青拜见太后娘娘，祝太后娘娘圣体康健，福泽万年。拜见皇后娘娘，娘娘万福金安。倒是个懂事的，起来吧。魏青青留牌子，赐香囊。臣女谢恩。魏丞相家嫡女，看着倒是不俗。方若，你去把她带来，给哀家好好瞧瞧。是。太后，魏姑娘带到了。臣女魏青青参见太后。看着倒是个标致的，过来坐坐。听说这次选秀中，你表现是最出色的，可读过书？回太后，家父曾告诫，读书可知礼节，故而5岁起开蒙，略读过几本书。京城谁人不知？这魏家嫡女模样、才华都是个顶个的优秀。这次进宫选秀，不知道伤了多少青年才俊的心呢。太后谬赞，臣女惶恐。起来吧，好孩子，这是宫里特制的好饼，拿着，代哀家向魏家老太君问好。臣女告退。母后，我要见母后。母后，本王要见母后。本王要见母后。王爷，太后正在午睡，这才刚歇下，您要不再等一等？等不得了，本王有要紧事，我们速去通告。王爷，太后昨夜没睡好，好容易睡下了。什么要紧事情，总归没有太后的身子重要。您好歹心疼心疼太后。我念你是母后身边的嬷嬷，方才给你几分脸面，一个奴才还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。滚开！让他进来。不是说午睡吗？母后果然是编出来的话蒙我的。你这样火急火燎进来找哀家，所谓何事啊？母后之前答应过儿臣，不插手儿臣和婉儿的婚事，现今又单独召见魏青青，又是何故？你就因为这件事情跑来和哀家闹，那哀家若是坚持，你又当如何？儿臣的正妃只能是婉婉，若是母后执意要插手儿臣的婚事，日后便当没我这个儿子吧。你竟然要为了一介民女，想和哀家断绝关系？
若是母后执意要插手儿臣的婚事，儿臣只有如此。好，很好。既然如此，那往后这慈宁宫你便不必来，哀家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儿子。此话当真？若是母后日后可以真心的待我们，此事尚有。不必了。从今往后，你的事情哀家不会再过问，你就当没有我这个生女。一言为定。方若，你看，这就是哀家教的好儿子。往后给陈王府的供给都断了吧。既然不是哀家的儿子，就别在哀家这儿闹到好处。也不知道哀家怎么生了这么个白眼狼，养这个白眼狼都不如养条狗。主子，王爷不善经营，且王府花销大，如今又要娶妻，若是此时断了陈王府的供给，到头来心疼的还不是太后您？上一世我也是对着他百般疼爱，宁可自己吃苦，也绝不让他烦心。可最后又得到了什么呢？他都不是哀家的儿子了，何来心疼一说？只可惜了魏姑娘，以她的家世模样，要想再找，只怕难了。谁说我是给那个不孝子选的正妃？你去找皇帝，哀家有话要跟他说。母后，陈王找到朕，说要娶一个名叫谢婉的民间女子。他要娶就娶吧，哀家也不做这个恶人了。既然他觉得这个谢婉千好万好，那皇帝不如成全他。到底是母后的亲生儿子，母后当真不管？哀家可没有他这个儿子，皇帝也不要再劝了。儿臣明白。倒是老十二，德妃当年把他们兄妹二人托付给我。虽然哀家不是什么好人，但向来言出必行。我看也是到了选正妃的年纪。12公主聪慧，朕也想着要拉拢女儿。母后之前可从未关心过她的婚事，事出反常，必有诈。母后之前可从未提起过12皇子。他母妃走得早，看着实在可怜。若没人帮着操持，恐怕是要误了这终身大事啊。那母后这意思是已经找到了合适人选？哀家看魏丞相的嫡女就不错，为人聪慧，并且还有一片孝心。皇帝不必多想，哀家并不是想要拉拢南宫树，只是念着德妃的一片嘱托。儿臣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魏丞相疼惜自己的女儿，前些日子已经找过朕，说不想让他的嫡女入朝，还说只想求一个门当户对的好人家，朕已经答应了。那不是正好？12皇子配他的嫡女，也不算是辱没了他。至于这聘礼，宫里出一份，哀家也会出一份，并不会委屈了两个孩子。母后，实不相瞒，前些日子平太妃也找过朕，说想给她的7皇子谋一门好亲事，如今怕是已经到魏府上门求娶了。这7皇子不过是寄养在平太妃膝下，也能让她如此愤怒，寻得一门好亲事。上屋子如此也罢了，如今我重活一世，平太妃做的事情，我为何做不到？哀家不知道，这宫里什么时候成了平太妃的一言堂了？太后息怒，当心身子。母后息怒，12皇子若真有所作为，日后入朝为官，一定会有所作为的，儿臣也一定会帮衬。只是这婚事呢，这毕竟你情我愿的事情。这样吧，儿臣改日亲自为12皇子上门去魏家求娶，母后意下如何？哀家老了，这件事情全凭皇帝做主。既然如此，那儿臣先告退了。主子，这12皇子在宫中放任多年，你又何必因为他跟皇帝闹得不愉快？这亲生儿子靠不住，下半辈子得找个依靠。看这12皇子也是有才华，早晚会被皇帝发现。那哀家不如去做个顺水人情。主子甚少这样夸人，倒让奴婢有些好奇，这12皇子。皇兄，
不然你去求一求皇上，看在你也是皇室血脉，皇上碍于脸面，不会不管你的。怎可因这点小事就麻烦皇上？再说，又有哪位贵女会喜欢我这个光头皇子？若是母妃还在就好了。见过12皇子、6公主，传皇上口谕，请12皇子前往御书房一叙。皇上怎么会这个时候召见你？哥哥，你快去吧。好。皇上，12皇子来了。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不知皇上唤臣弟前来，所谓何事？太后跟朕说，遇了德妃，给你们兄妹2人讲一门好亲事。太后能因母妃的一番嘱托照拂我们兄妹，臣弟不胜感激。但臣弟先是臣子，一切但请皇兄定夺。朕不日便给你找一门好差事。魏家位高权重，那唯一的嫡女更是宠到天上去。你只要做好朕答应给你的事情，那这门亲事，朕才有的说。魏家，魏青青，谢皇兄，臣弟一定竭尽全力，不负皇兄希望。启禀太后，江瑶、江常在求见。江瑶，这个时辰了，宫门都下月了，她来做什么？太后，江瑶此次入宫随秀女参加大选，如今正在储秀宫住着呢。哀家乏了，不见，随便打发了就是。是。太后，江常在要见你。哀家不是说过了，他要再来，随便打发了便是。江常在执意要见你，说是有天大的秘密。他能有什么秘密？让他进来吧。是。臣女江常在见过姑母。江素是在家没教你规矩吗？这里是皇宫，哀家是太后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攀上亲戚的。是太后。说吧，何事？太后，臣女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。哦，所以皇上子嗣稀少，至今只有太子，而太子则是皇后当年在王府所生。臣女听闻，是因为后宫的嫔妃都被下了药。所以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太后，这事是谁做的？您最清楚，不是吗？所以，你是想威胁哀家？太后，您是臣妾的姑母，同为江家人，臣妾不愿意做危害江家的事儿，也不想让皇上误会姑母。但此次入宫，姑母至今未曾召见过，臣妾在后宫举步维艰。若是太后愿意相助，臣妾自然守口如瓶。哀家未做过的事，岂容你信口雌黄？若没做过，太后您心里跟明镜似的。皇上至今只有太子一个，江家祖父最善制毒，而姑母您就是祖父最疼爱的孩子。哀家念及你也是江家人的份上，饶你一命，日后不许再踏足慈宁宫半步，否则污蔑当朝太后是个什么罪名，你再蠢也应该知道。哼，当朝太后，怕很快就不是了。来人！太后，给我把他插出去！不必劳烦，臣女自己会走。当年新帝继位，为避免大权旁落，是二哥江素给我出的主意，让我给后宫嫔妃下药。我一心为江家，不曾想过此事凶险，竟是将自身性命与江家荣宠都绑在二哥身上。主子，可要着人去处理下。主子，可要着人去处理下。不用，不过是个蠢丫头，哀家还会怕她的威胁？
只不过这江瑶敢来这慈宁宫，怕是事情已经败露，只是早晚的问题。这可如何是好？江瑶蠢有蠢的好处，只是这件事情还是哀家想得不周。恐怕江素还不知道，她在哀家的底牌就被亲闺女这样给用了。太后的意思是，今日江瑶前来，江素并不知情。江素这个老狐狸，不到最后一刻是不会与哀家翻脸的。小妹，别怪二哥。可是若皇上知道了，怕是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。方若，你派人去找皇后和贵妃过来，就说哀家有事急召。然后你去哀家库房去拿一味香过来，就在柜子上的红木盒子里，赶紧拿来给哀家点上。奴婢这就去办。给太后请安，太后万福金安。都起来吧，赐座。谢太后。母后急召，不知可是有什么要紧事？母后急召，不知是否有何要紧事？也没什么大事，只是这年岁上来了，身子有些疲乏，想找些年轻人聊聊天，解解闷儿。太后新烦乃臣妾失职，这几日正是选秀大典，臣妾定让宫中姊妹充盈，讨太后欢心。宫中的秀女都是伺候皇上的，来哀家这宫中算几个意思呀？太后、皇后，该用午膳了。时候不早了，是该用午膳了。二位就留在哀家宫里用过午膳再走。这方若做了鸡汤，你们一人一碗，尝尝方若的手艺。早听闻太子遇害一事，说是与太后毫无关系，谁信啊？莫非这次是要对我下手了？谢母后。果然有诈，既是午膳，怎的太后却没有？哎，启禀太后，臣妾今日没什么胃口，怕是不能品尝方若姑姑的手艺了。怎么，是怕哀家在你汤中下毒？上次母后不计前嫌救下义儿，臣妾无以为报。只要母后开心，臣妾做什么都值得。无妨，这也不是什么顶好的东西，只是他最近有些疲懒，不爱做饭。好不容易今早炖了锅汤，也就这些了，只能先紧着你们二位了。皇上驾到！平身。母后，今日找他们过来，是有何事？近日宫中传言说哀家对后宫嫔妃下毒，让他们无法怀孕。哀家虽然心肠硬，也做过一些恶毒的事情，但哀家没做过的事情，也不由得让旁人往哀家身上泼脏水。江瑶那蠢货不会无缘无故说这样的话，必然是从江素那知道了什么。太后不过是依仗没有证据，想要推脱。太后，臣妾自认为没有做错什么，你为何如此狠心？贵妃，哀家的事情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质疑了？皇上，太后今日一定要臣妾喝下这碗汤，臣妾心里实在害怕。即便是太后迫害后妃也是大罪，求皇上为臣妾做主啊！贵妃，你的意思是哀家往这汤里下了毒，意图谋害你们？是否下毒，太医一验便知。皇帝莫不是以为哀家是个敢做不敢认的人？哀家说过，谁也休想往哀家身上泼脏水。方若传哀家旨意，召今晚当值的太医过来，好好验验。是。主子，太医带到。参见太后，参见皇上。太医既然来了，好好查验一下这碗汤里是否有毒。是。启禀皇上、太后，此汤无毒。太医既然来了，就给皇后和贵妃把个平安脉吧，看一下他们身体里
是否有残毒？是。太医，如何？禀皇上，皇后娘娘身体健康，并无问题。既然如此，为何这么多年本宫还是没有子嗣？这太医当然诊不出来了。这次太后下的是一点红，这种药千金难求，且不易察觉。据臣妾所知，太后那里就有此毒。一点红？太医，何为一点红啊？这种毒药虽然不能要人性命，但却能断绝子嗣，不易觉察。若真是此毒，皇上恕卑职无能为力。母后，朕希望你能给朕一个合理的解释。皇帝莫不是不明白，凡事都讲究证据。莫不是谁指认了哀家，说哀家做什么，哀家就都得认？一点红这种灭绝人性的药，这世间有几人能得到？而且臣妾可是有证据能够证明太后那里曾有过一点。哀家手里曾真的有一点，只不过时间久远，早就丢了。太后这说不过去了吧？您说丢了就丢了。自从皇上登基以来，这后宫子嗣只有太子一人，而太子还是当年皇后娘娘在府邸所生。这后宫嫔妃若不是被下了毒，这皇上的子嗣怎会如此凋零呢？怎么，这后宫是否有皇嗣，还是哀家做的？您是高高在上的太后，臣妾怎敢信口胡言呢？皇帝，你也是这么认为的？母后，皇家子嗣传承从来都不是小事，不止后宫嫔妃，就连满朝文武，怕谁都不能接受母后这样子的解释。既然如此，那不如请仲景进宫，为后宫嫔妃诊脉，就知哀家话中真假。既然是太后要求的，那就请仲景进宫。皇帝，哀家丑话说在前头，若不是哀家，那这贵妃和江瑶就是以下犯上，哀家必定重重责罚。皇上，臣妾不怕，臣妾愿以江家一族性命做担保，臣妾所说皆是实话。江瑶，你不过就是二房的庶女，也配拿我们江家一族的性命起誓？就算是你爹在这儿，也不敢如此的顶撞哀家。今日之事，若朕发现你们恶意污蔑太后，绝不轻饶。参见太后，参见皇上。仲景神医，既然你来了，哀家也就不废话了，快替哀家看看这两位嫔妃体内是否中了一点红之毒。仲景，你可有把握？请皇上放心，臣对一点红颇为了解，若真有娘娘中了一点红，臣定能诊断出来。烦请神医先为本宫看看。啊，是娘娘。贵妃娘娘请。皇后娘娘请。神医，如何？这样的脉象，奇怪，奇怪呀！神医，他们是否都中了一点红之毒？哼，事到如今，他为何还是如此淡定？倒像是朕冤枉了他一般。难道他真是无辜的？禀皇上，臣虽然弄不明白这脉象为何如此，但臣很确定，娘娘们并没有中一点红之毒。这怎么可能？神医，你是否弄错了？如若嫔妃们没有中这一点之红的毒，那为何皇上至今都只有太子一人？而且，这一点红确实是在太后手里弄丢的。这世间怎会有如此巧妙的事情？臣不敢妄言，若非有十足的把握，也断不敢下此定论。你撒谎！你方才诊断的时候，我就看着你，你方才明明是犹豫的，这明明是你的心虚。你是怕事后太后会责罚，还是你本就是沽名钓誉之人，根本诊不出这毒来？神医，我刚才看你似有犹豫，是有何不妥之处？回皇上，并无不妥。皇后娘娘与贵妃娘娘脉象尤为健康，正是因为如此，
皇上到如今只有太子一个子嗣，确实让微臣有些不解，这不应该呀。子嗣之事，水到渠成，不可强求。但要确定的是，他们是否中了一点红。皇上，实不相瞒，这一点红出自本门，后来被列为禁药，实在是此药药效霸道，虽不致命，但服下此药之人不可能再有子嗣。若几位娘娘真的服下一点红，臣自然能诊断出来。这仲景神医倒是个有本事的，解药融入香中，想要完全解开毒素，仍需要一段时间。神医如此犹豫，只怕是这个原因。皇帝可听清楚了？皇帝，你可听清楚了？是儿子误会母后，还请母后见谅。江瑶以下犯上构陷太后，贬你为浣衣军女奴，永世不得出宫。至于李贵妃，出言不逊，忤逆太后，罚俸半年，以儆效尤。母后，以为如何啊？臣妾遵旨。不要！太后饶命！浣衣军艰苦，永无出头之日，奴婢也是受人蒙蔽，求太后娘娘网开一面。是吗？那你倒是说说，是受谁的蒙骗，又是受谁的指使？不是我是我自己。还不赶快把他带下去！惊扰了太后，要你的狗命！是。太后饶命！太后娘娘饶命！太后娘娘饶命！母后，今日受惊了。这点小事倒是惊不到哀家，只是这江瑶胆大，但并没有胆识，这背后必定有高人撑腰。母后的意思是，这事儿皇帝看着办吧，往后别什么屎盆子都往哀家头上栽。最近哀家在修身养性，但并不是心慈手软之辈。是，儿子知道了。像今天这样的事情，绝对不会再发生。行了，今日也是闹了许久，哀家乏了。那儿臣先告退了。既然都没问题，为何朕到现在只有一个孩子？皇上，陈老大人求见，而且陈老大人行色匆匆，看起来是似乎有什么急事儿。传他进来。是。微臣参见皇上。平身吧，陈青。你这么着急过来找朕，可是之前进贡的那批种子出了什么问题？回皇上，这批种子一直是微臣亲自照料，为了保密，放在自家的庄子上种植，派人秘密守候。种子果然产量丰富，算着番薯，能产1000斤左右。若是推广开来，我大齐的缺粮之患能缓解。可是什么？臣有罪，臣辜负了皇上的嘱托，这批粮食被偷了。什么？不是被毁了，是被偷了。整个庄子的粮食全部被人连根苗都没剩给偷走了，比毁了更加严重。怎么会这样？陈大人，莫非你又贪杯？回皇上，这批种子来了之后，臣知事关重大，就怕有任何耽误和闪失，所以把酒给戒了。这就是点爱好，可比起黎民百姓，这又算得了什么？既如此，你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这也不知，明明都好好的，可是在昨天晚上，整个桌子上所有人被人给逼倒了。第二天一觉醒来，都被人连根苗给拔走了，什么也没剩下。臣自知有罪，所以皇上对朕的任何责罚，臣都甘愿承受。可当务之急，还请皇上马上派人去追查，这么多的番薯
不可能凭空消失。现在追查，怕是已经晚了。他们既然能做出这样的事情，肯定早就做好了准备。陈青，你确定这边没有走漏风声？回皇上，此事事关重大，臣守口如瓶，便是身边人也不曾略知一二。庄上的佃农更是不允许与外界通信往来。若是有疏失，只能是从宫中传出去的。先派人去追查，若查不到，就只能再去一趟外藩。这番薯的产量极高，我们必须将2种推广下去。这样，这每年能少饿死多少人啊？臣领旨。哀家听闻这几日宫里动静大得很，是皇帝让禁军到处搜索，什么东西丢了这么重要？原来如此，难怪皇帝这么大火气。亩产1000斤，一旦推广出去，1年能少饿死多少人？还好哀家另有准备，带上东西去见皇上。太后娘娘驾到！儿臣见过母后，不知母后来找儿臣何事啊？皇帝，哀家听说你从番邦弄来的番薯被人给偷了。是儿臣无能，被歹人钻了空子。若是朕发现偷盗番薯之人，朕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。那皇帝有没有想过，这偷盗番薯之人是何目的？母后的意思是，必然是有人里通外贼。不管这批番薯现在在哪，未来都会出现在别国的国土之上。该死！确实该死。无论在大齐怎么内斗，都是咱们自己的事情。他私通外贼，自然是万死难赎之罪。不过皇帝，这次倒是歪打正着，这件事情不仅不需要保密，还要传扬出去，让其他几国的人都知道。虽然大部分的番薯被偷走了，但另外留了一份种子。进来吧。这饭食的味道如何？虽然是朕没吃过的，但这味道确实还不错。皇帝满意就好。哀家也弄到了一批种子，是用黄金万两与外邦使臣换的，这产量还比皇帝的番薯高上不少。黄金万两？莫非是那次？今日咱们皇上登基以来，第一次有外邦来访，只是来人甚是奇怪。竟是想将一枚小小的玉米以万金价格卖与大齐，皇上震怒，宫中的人也都笑他是个傻子呢。玉米，哀家让方若去租了一批农地，一共60亩，种的全部都是玉米。按照产量，1年可以出60万斤的玉米。太后说的可是真的？只要将这玉米推行出去，那咱们大齐的百姓就再也不用饿肚子了。儿臣替天下的百姓叩谢太后。太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！都起来吧。皇帝，这天下是百姓的天下，咱们受百姓供养，自然要让百姓过上好日子，你才能坐稳皇帝的位子。你现在虽然是一国之君，但哀家希望你能一统中原，成为千古一帝。儿臣谨遵母后教诲，一定不辜负母后的期望。启禀侯爷，番薯的种子已全部送往梁国，梁国的使者即刻便会前往大齐索要粮食。好，如此一来，大齐已
经再无力向梁国进贡了，必然会动起国本。那么，我的机会就来了。奴才参见皇上，参见太后。皇上，梁国使臣求见。梁国使臣贪得无厌，定是又来索要粮食。皇帝，哀家知道你恨，哀家又何尝不是如此？梁国仗着自己的兵力，开口就是半个国库，笃定了咱们会给。这次恐怕要求会更过分。梁国这次贪得无厌，真把咱齐国当成他的钱袋子了。朕恨不得马上冲上战场去，把他们杀个片甲不留。梁国野心勃勃，和我们迟早都会有一战。如今他们在攻打郑国，把咱们当成了自家的粮。等他们吞并郑国后，接下来便是我们大齐了。若我们给了他们粮食和钱财，定能助他们打赢郑国。可若我们不给，他们贪不到便宜，也不会上马更休的。皇帝先去看看梁国使臣，听听他们怎么说，总归是有办法。太后，这是秦王送来的包裹，800里加急，刚刚送达。秦王吩咐一定得是太后您亲自打开。拿过来给哀家瞧瞧。明珠亲戚，近日边疆不宁，梁国蠢蠢欲动，回朝之日一再推迟。我虽感不安，但仍恪尽职守，愿为我大齐为太后守护江山。征战时偶得一面古镜，竟能以物易物，甚是神奇。吾与古镜交易，得一至宝。思及太后在宫中多有危险，特将此物寄回，盼太后娘娘安康。方若娘娘，皇帝那边如何了？听闻梁国使臣强势，朝野上下是草木皆兵。是吗？那哀家也去凑凑热闹。齐国皇帝，你可让我好等！难道这就是你们齐国的礼数？就这样慢待上国使臣？使君这话可没有道理。要按照礼数，见我国国君，待需你们先递交国书，经得同意方能觐见。你们这般贸然来拜见，我国国主没有责备，使君却在这发难，这是何道理？哼！你们区区一个下等国，实力还不及我梁国一半。我们梁国若是想要拿下你们齐国，那简直是易如反掌。幸好我国国主慈悲，只要你们奉上番薯粮食，便可放你们一马。否则，当心落得跟郑国一样的下场。放肆！齐国皇帝，你这般威风，就不怕本使臣回去禀告国主，到时候兵临城下，你可不要后悔。看来你梁国使臣并不是来出使，而是来挑衅我齐国，对我齐国下战书来了。既然如此，这份战书朕应下了。齐国虽弱，可我齐国人铁骨铮铮，宁愿战死，也不会受此屈辱。不错，我们齐国上上下下等着你们梁国来战。皇上，臣请战。梁国大军到来之时，臣愿为先锋杀敌，斩敌军将领于马下。你怎么回事？这前2年齐国态度还很软弱，怎么这次如此强硬？不行，国主还等着番薯攻打郑国，我必须得把粮食带回去。皇上，不可呀！两国实力悬殊，如果梁国真的攻打我国，我国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呀！还是这位大臣有眼色啊！江大人所说不无道理。皇上，您千万不要意气用事，请您三思啊！你们，皇上，人的一时之气是为了全天下百姓，倘若战乱一起，那遭殃的可是老百姓呀！
皇上，我等并非怯懦之辈，若是和大梁交战，受苦受难的可都是百姓啊！我看你就是贪生怕死，胡说八道。那我倒想问你，你能保证，如果一旦开战，我们就一定能赢吗？啊，是，我们是为了老百姓。皇上，倘若硝烟四起，那百姓定会流离失所，生灵涂炭呢。皇上，你，哼，齐国皇帝，我劝你还是听大臣的话啊。呵呵，你们齐国有句老话说得好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你敢威胁朕？哎，不，这不是威胁，本使臣只是实话实说罢了。若是真的交战，战败的必定是你们齐国。毕竟我们梁国兵弩的威力你是知道的。没错，弓弩军械上，齐国差梁国太多了。皇帝陛下，我劝你还是应允我国国主，奉上番薯10万斤。请皇上顾全大局，顾全百姓。好，朕答应。太后到！参见太后。太后娘娘千岁！参见太后！太后娘娘千岁！千岁！众卿平身。谢太后。母后，你来干什么？哀家听说这梁国使君又来借粮，往年借的粮还没还，这真是添了好大的礼。太后娘娘，您这话说的不对。上次粮食分明是你们齐国心甘情愿送给我们梁国的，也正是念着你们这点诚意，所以这次才没攻打你们。梁国使君是在威胁哀家。是威胁又如何？本使臣希望太后能明白齐国的处境，更何况这等家国大事理应由皇上来处置，太后娘娘还是莫要聘姬司臣才好。你居然敢打我！有什么不敢的？你一个臣子，竟然还敢跟哀家这么讲话，打你又能如何？你这个妖妇！嘴贱！哀家替你国君好好教教你。妖妇！本使回国必定禀告我国国主，你对梁国不敬，你一定会为今日这般所作所为后悔的。哀家可从来不会后悔，你不过是一介臣子，哀家只要一句话，你这个大梁国怕是回不去了。好，那我就让你们看看我们梁国的神弩，看看你们还敢不敢如此嚣张！打开！都看好了，这就是我梁国的神弩，让我梁国在战场上战无不胜的神弩，可以连发多次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太不可思议了！不可能，连发弓弩还没有国家能做出来。可是我们梁国就造出来了。不信？齐国皇帝啊，把靶子呈上来，今天本使臣就让你们开开眼界。来人，拿剑吧！你可看清楚了这神弩的威力？如今我梁国的士兵都配备了此弩。太后娘娘，我奉劝你还是乖乖的就范，奉上粮食，否则……
太后，你不会以为拿个破铜烂铁就能和我的神弩相比吧？5号，这是何物？如此厉害？这是手枪，可比他那弩箭厉害多了。不仅能5连发，甚至可以10连发。什么？不仅如此，我大齐的军队都配有手枪，不服来战！娘娘饶命啊！这就回去禀告国主。臣告退，臣告退！快走，快走！好。皇帝别着急高兴，还有人等着你处理。哼，陛下，朕已经查清楚了，江大人，你偷朕的粮食，勾结梁国，妄想对我大齐不利。来人，把他拉下去，斩首示众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！皇上饶命，皇上饶命啊！你江素这一支发配领门，终生不得回京。皇上饶命！小妹，小妹救我！小妹，皇上饶命啊！皇上救命！救我！皇上，您还是歇一歇吧，昨个一夜没睡，这又忙了一天了。无妨，如今梁国被母后吓退，短期内不敢造次，正是施行新政的好时机，朕绝不能停下。皇上，臣有事禀报。下去吧。昨日有位自称是当年服侍在楚贵妃身边的奶娘，来告御状，说是当年楚贵妃之死另有隐情。什么？那人何在？带进来，朕倒要问问，当年是谁害了母妃？皇上，是姜太后害了贵妃娘娘。皇上，你一定要为贵妃娘娘报仇啊！当年娘娘不是病逝，是被姜太后下药害死的。大胆！你可是污蔑当朝太后，该当何罪？皇上，老奴不敢。当年娘娘生您的时候，便是因为姜太后做手脚，娘娘才身体虚弱。后来皇上封您为太子。姜太后恨毒了贵妃娘娘，在娘娘汤药中下了药，才害得娘娘含恨而终啊！皇上，你一定要为贵妃娘娘报仇啊！张嬷嬷，这京城遍布姜家眼线，你如何来到京城，还在姜家的眼线下告上御状的？皇上，是老奴求了平太妃，当年她养过皇上您一段时间。老奴想着平太妃当时站在皇上您这一边的，才求了太妃娘娘，让太妃娘娘帮老奴躲过太后的眼线。又是平太妃，你很相信平太妃？老奴在外边躲了这么多年，宫里头认得的还能信任的也就平太妃了。当年贵妃娘娘只有和平太妃的关系不错。原来如此，倒也说得过去。朕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皇上，老奴说的句句属实，请你为贵妃娘娘报仇啊！皇上，林显，你多派人盯着张嬷嬷，一举一动都要格外留心，不要放过。另外，去召陈大人入宫。是，属下令。陈爱卿，你看看这个。皇上，不知您作何打算？朕可以不计较太后对朕的所作所为，但朕身为人子，却不能坐视母妃被人害死不管。这个仇，我一定要报。皇上，当年的事情，老臣也是知情的。贵妃确实是众怒身亡。陈大人，你可知这话牵扯的是什么？
皇上，当年先皇离世之前，曾担心太后专政挟制皇上，更不想您被蒙蔽，所以留下了一封手书，言明了楚贵妃当日身亡的原因。老臣想，先皇的这封手书是到了要拿出来的时候了。我儿亲戚朕已时日无多，可楚贵妃之死疑点重重，乃朕此生憾事矣。遂查之，未曾想吾挚爱之女子妒性颇重，原册立太子一事被楚贵妃心生忌恨，遂施以毒手谋害贵妃。太后这个毒妇，亏得朕还这般犹豫，她怎敢如此恶毒，毒害朕的母妃？朕一定要让她付出代价。皇上，臣知道您心中此刻一定很悲愤，想要找太后报仇，但千万不能冲动。太后手里头也握有兵权和暗卫，何况亲王刚刚回京，若是贸然动手，后果难料啊！爱卿所言甚是，这件事情确实该好好谋划，不能轻举妄动。一旦行动，必须保证成功。皇上，现在还不是对付太后的时候啊！您务必要三思而后行。朕接着宣你们来，是让你们出谋划策，而不是来劝阻朕。陛下，太后又岂是轻易能对付的？若论宫中的人手，太后怕未必比皇上少。是啊，太后在宫中的眼线很多，怕是不等到动手，太后就已然察觉到。不如在皇觉寺动手，眼看就快要到年尾了，皇上可用这个借口举办一场祭祀，请太后一起去皇觉寺祈福。咱们在皇觉寺提前布置好人手，到了时机，皇上一声命令，便可动手。这倒是个好主意。皇觉寺都是皇上的人，太后不会先察觉，只要安排妥当，便能一举拿下。那便定了皇觉寺，此事一早不宜迟，就在后日动手。是，臣等遵命。皇上，臣知道您对太后还是有所感应，可一旦动手，皇上您和太后之间的情分就荡然无存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活，不可能再有第二种可能。不错，皇上，一旦动手，一定要将太后斩杀在皇觉寺，否则后患无穷。既然如此，就按众卿所言。主子，已经办妥了。只要楚贵妃的奶娘到了皇上面前，皇上想来最少能信个5分，剩下的先皇早就做了安排。虽然是将这一切都提早了，想来先皇的话，皇上不会怀疑。谁又能想到，皇上真正喜欢的是主子您？任凭先皇后和楚贵妃，或者是太后，再是美艳或者身份高贵，又如何？都不能越过主子去。主子您才是先皇最在意的人。恐怕到现在，江明珠都以为先皇喜欢的是他，这只不过是先皇为我而立的一个靶子而已。亏他还洋洋得意。可不是嘛，就他那个蠢货，要不是仗着自己家世好，凭他也配跟主子您比。从今往后，本妃也要让江明珠尝尝被人踩在脚下践踏是什么滋味。不过江明珠还未必有这个机会了，皇帝说不得会杀了主子，奴婢听闻昨日皇上召见了楚贵妃的奶娘。无妨，债多了不成，也不差这一样。主子，到底您那时候和楚贵妃争斗的厉害，多半是楚贵妃吃亏的时候多。皇上为人子，知道了必然是要不高兴的。这时候偏偏那奶娘就进宫了，倒也巧得很。这哪里是巧，是有人巴不得哀家早点死，哀家刺到他的痛处，他终于忍不住了。又是平太妃，主子，这既知是平太妃搞的鬼，不如早些把人给处置了。不管当初先皇是什么打算，现平太妃也不过就是个太妃而已。
正好秦王也在京中，把握就更大了。不急，平太妃是该死，不过用不着咱们亲自动手。他既然利用了哀家一回，这一次轮到哀家做局，总不能白白浪费了，得好好利用他的价值。主子您心中有数就好，奴婢想着就生气。不生气，哀家只喜欢让敌人生气。但愿平太妃被哀家整死的那一天，先皇别从皇陵中蹦出来才好。不过方若，你看不上平太妃是对的，哀家也觉得先皇养群，他要看上的是楚贵妃，哀家还勉强能接受。可这平太妃，先皇的眼光实在是一言难尽。参见母后。眼看就快要到年尾了，儿臣想在皇觉寺举办一场祭祀，还请母后与儿臣同去。既然如此，哀家便去一趟，和皇帝一起为齐国祈福。那就有劳母后了，明日朕亲自来请母后。好，皇帝忙去吧。那儿臣就告退了。方若，把皇帝要去皇觉寺的消息传给那人吧，一定要响。众爱卿先出去，我与母后有要事相商。是。皇帝，这是有何要事？出来吧。母后，这是当年您毒害楚贵妃的人证，您还有何话要说？所以皇帝是因着这些就给哀家定罪了？难道这些还不够吗？楚贵妃是朕的母妃，母后害死了楚贵妃，您还要朕如何？皇帝在这儿摊牌，不就已经做了决定，想要杀了哀家？即便哀家说这件事情不是哀家做的，皇帝能信吗？如今证据摆在眼前，母后不是自诩做事敢做敢当，为何在朕母妃这件事情上，母后到了现在还要推辞？太后，此乃先皇遗命，臣违背不得。先皇倒是好算计，就是不知道皇帝是否真的知道了先皇的算计。皇帝打算怎么做呢？是想要杀了？皇帝打算怎么做呢？是想要杀了哀家？陈大人，你也退下吧，我想跟母后单独聊聊。若哀家是你，不管这件事情是对是错，既然决定做，那就斩草除根，千万不要优柔寡断，留下后患。母后，你过去对朕做了任何事情，朕都能原谅不计较，唯独楚贵妃，身为人子，朕若是不为她报仇，无为人子。哀家倒不知，今日是鸿门宴，既然被你们诓到这儿来，到了这一步，你要杀便杀，说这么许多做什么？有刺客！有刺客！怪不得母后有恃无恐，原来母后早就做好了准备。皇帝若觉得是，便是，反正哀家说什么，皇帝也听不进去。这是母后的暗卫。
快保护皇帝！皇帝，你怎么样？我本来这日朕下决心要对你动手，可没想到却是这样的结果，真怕是活不着了。叶儿还小，有气功，就交给你了。其实只是叶儿并不知晓，还请母后看在叶儿对你孝顺的份上，扶助女儿。母后，放心吧，服下保心丹，皇帝你死不了。哀家这大把年纪的，就该颐养天年。你们南宫家的天下，皇帝你还是自己来护着。哀家可没这份。母后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保心丹如此珍贵，为什么把它给朕？明明朕已经对你动了杀心，你为何还要救朕？南宫晴确实是一个好皇帝，若是他死了，没有人可以撑起这偌大的齐国，哪里那么多为什么？哀家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。不管是什么原因，这天下就剩一颗保心丹了，您却给朕用了，这份恩情，朕记下了。快，保护皇上！臣护驾来迟，前来请罪。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皇上受伤了。这附近没有医馆，臣先为皇上简单止血。皇帝怎么样？皇上虽然受了伤，但穿了金丝软甲，又服下了保心丹，气息平稳，想来应当是没有什么大碍。臣多谢太后深明大义，救了皇上。现在不说那些有的没的，还是想一想接下来要如何。皇帝到底受了伤，但这事儿不能传出去，更不能传到梁国使臣的耳朵。另外，快去找太医。是，臣这就去安排，一定不会出任。臣立刻去办，绝不出任何差错。母后，一切就劳烦你了。少跟哀家来这一套。没听林显说，你这么点伤根本不严重，哀家可懒得。妖后，拿命来！母后，皇帝，哀家自问对你无愧于心，即便是楚贵妃的事情，当初哀家是和她斗得厉害，但从来都不曾想过她的性命。至于她为什么会中毒身亡，哀家到现在都不知道。母后，不是朕。皇帝，哀家明白，虽然哀家没有毒害楚贵妃，但当初确实与她结怨颇深，这些年更是没少对你动手，让你步履维艰。你记恨哀家是应当的，哀家不怪你。母后，真的不是朕，现在不是追究的时候。这件事情，朕必定会查个清楚，给您一个交代。母后，阿七不能没有你，叶儿不能没有你，朕也不能没有你呀。母后，您一定要听楚，您是我们大齐的支柱，有您在，我们才能安心。母后，母后，皇帝，听你这么说，哀家心里居然有几分欣慰。哀家这辈子命苦，先皇也没问哀家愿不愿意。一道圣旨，哀家变成了继后。哀家在后宫苦苦挣扎，好不容易得到的一双儿女，也与哀家没有半分情分。母后，哀家有的时候想，你若是哀家的亲儿子，该多好！楚贵妃好福气啊！只可惜，哀家
这个福分。母后，咱们不说这些，你一定撑着好起来，亲自教养太子。母后，母后，快宣太医！太后若有事，朕要了你们的脑！太后若有事，朕要了你们的脑袋！是。母后，皇上，太后的情况不太好，怕是若是有保心丹，或可救太后一命。没有了，最后一颗保心丹，太后给了朕。神医到了！众卿，快看看太后情况如何。皇上别急，让臣先替太后看看。如何了？皇上，太后伤得很重，匕首刺的这一下正好刺在太后的心脉上，臣暂时为太后止了血。只是什么？只是太后现在的情况，匕首必须拔出来，但是匕首拔出来存在不小的风险。若是能及时止血，太后的情况稳住还好；若是不能，太后会有性命之忧啊！真的没有其他的法子了吗？除此之外，别无他法。而且太后的情形必须立刻把匕首拔出来，时间拖得越长，臣的把握便越小。好，仲景，快，一切都拜托你了。太医，什么情况？皇上，臣不负所托，臣这算是把太后从鬼门关救下来了。不过太后的情况虽然稳定下来，但还是要小心看护，不能大意。3天之内，若是太后醒过来，才算是真正的脱离了危险。仲景，这3日还望由你来看过太后，其他人朕不放心。皇上放心，臣会一直看顾太后。太后的情况，臣就这样离开也不放心呢。神医，眼下太后这样的情况，能否回宫？只要小心妥当些，倒是不成问题。皇上，梁国使臣近几日越发步步紧逼，太后又在此时受伤，万一被梁国使臣知道了，更何况寺庙清苦，不宜养伤，还是尽早回宫为好。好，封锁太后受伤的消息，另外传令下去，明日回宫。你说什么？一切如常？这不可能！这会儿太后已经被皇上亲自护送回慈灵宫了，这怎么可能？等等，你是说皇上亲自护送太后回的慈宁宫？是。那你可曾见到太后露脸？没有。这就对了，说不定皇帝已经动手，只是为了掩盖消息。恐怕现在太后已经死了。派人再去打听，我要知道太后现在是死是活。你告诉朕，刺杀太后的小太监是太后自己的人，若是小伤也就罢了，可当时连太医就连仲景都说太后的命差点就保不住了，太后怎么可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？小顺子当初确实被纳入了暗卫，先皇手中的暗卫一直在皇上您手中，还有一支便握在太后手里。小顺子是太后安排在乾清宫的一条暗线。你是把朕当傻子吗？皇上，给朕查下去。朕现在怀疑，当初先皇手中的根本不是2支暗卫，而是3支。3支？小顺子到底是谁的人？朕已经知道了，背后那只黑手已经不是第一次出手，每每却消失的无影踪，想来便是先皇留下来的第3支暗卫。给朕查下去，给朕查个底朝天，也得查下去。朕一定要尽快揪出这背后到底是谁在搞鬼。是。
皇上，陈大人在外头求见。宣。是。皇上，臣有罪。陈大人，你这又是什么意思？当年害死楚贵妃的，不是太后，而是另有隐情。什么意思？当年先皇爱重的，并非皇上的母妃楚贵妃，也不是如今的太后。是谁？如今的平太妃。平太妃？你在开什么玩笑呢？吾之挚爱，嫔妃。皇上，之所以臣之前撒谎，是因为受了先帝的嘱托。可臣亲眼目睹了皇爵所发生的一切，太后大意，不应受此无妄之灾。陈大人，先下去。皇上，下去！去把平太妃给我找来。是。主子，有消息了，原来太后是被刺杀了，据说是皇上身边的小太监。太后到现在还昏迷不醒。还有，神医仲景也在慈宁宫。神医也在慈宁宫？是，自打那日进慈宁宫后就没有离开。不对，太后毒害楚贵妃，皇帝怎么还会让神医留在慈宁宫？快派人去打听。不知为何，本妃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江明珠这个贱人狡诈的很，但凡不死，说不定会抓住机会翻身。本妃绝对不能给他这个机会。娘娘，林侍卫来了。林侍卫，不知所谓何事，您亲自过来。平太妃，皇上有请。带上来。平太妃，朕一直似乎小看了你。皇上的话我听不明白。陈大人已经把事情全都告诉我了，你还有何要狡辩？陈大人在哪儿？我可以和他对峙。你是把朕当傻子吗？还是说你和父皇全把朕当傻子，可以随意玩弄？你真的误会了？是吗？我有父皇的手书，正是你，是你害了我母后。皇上，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相信，我也不知道陈大人为何会这样污蔑我。但事到如今，若是你仍然不相信我，大可赐我一杯毒酒，让我下去陪仙。皇上，难道你就真的要因为别人几句话，就全然置咱们母子情分于不顾吗？既然如此，我就证明给皇上看。既然如此，我就证明给皇上看。够了，平太，不要用这种口肉计来蒙蔽朕。当年我母后正是因为撞破了你和先帝之事，所以才惨遭你的杀害。你可真是好样的！皇上，你听我解释。来人，将他拿下！等一下，皇上，难道你就不想知道梁国为什么要派使臣来？你什么意思？皇上要是想知道，最好不要动本妃，不然梁国那边会怎么做，我就不好说了。若是梁国攻打齐国，皇帝又该如何？是吗？皇上最好不要动本妃，不然后果你是无法想象的。传朕旨意，将平太妃赐死。皇帝，你敢！皇上，你不要后悔！下去。平太妃蛰伏这么多年，又有先皇留下的人脉资源，万一她真的与外邦勾结，到时候我们齐国将会陷入内忧外患的地步。这些朕早就知道，
但平太妃必须处置。眼下最重要的就是铲除平太妃的残余势力，特别是先皇给她留下来的，一定要处理得一干二净。臣以为，应该趁着平太妃的人还没反应过来，将人一网打尽。仔细去查，但凡有牵连的，绝不放过。皇上，钟姐，我母后身体如何？她为何3天还没有醒过来？太后的脉象比之前好上许多，不过还没有醒来的征兆，只能再等一等了。只能等了吗？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是有什么天才地宝，还是名贵药材，统统给我用上。总之，无论如何，一定要让太后醒过来。微臣明白。母后醒了。母后，你终于醒了。让皇上担心。母后醒了就好，儿臣这几天担心死了。是啊，母后，你醒了就好。皇后有心了，这都是儿臣应该做的。钟姐，我母后身体如何？太后既然醒来了，只需好好调养，没什么大碍了。太好了，母后这次身体吃了大亏，可要好好调养调养。皇后，朕事务繁忙，所以照顾母亲的事还是要多劳烦你了。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照顾好母后的身体。是。母后，那日的小太监并不是儿臣的意思，而是平太妃授意。不过您放心，朕已将平太妃打入天牢，择日赐死。您一定要相信儿臣。哀家相信皇上，你并没有那样的心机，即便是皇上做的，也不会不承认。儿臣过去多有对不住母后的地方，但儿臣今日在此发誓，往后一定和母后同心同德，壮大齐国，再不相疑。既然皇帝这么说，哀家便信了。母后，从此以后，儿子就当你是亲生母亲，请受儿臣一拜。皇上，皇后娘娘，太后刚刚醒来，不宜太过劳累，还是让她先休息一会儿吧。母后，那儿臣就先告退了。儿臣告退。娘娘，事情都办妥当了，任谁都不会想到刺杀您的小太监是您亲自派去的。平太妃害了哀家这么多次，就算这次不是她，也没人信。皇帝说是他做的，那便是他做的。所幸平太妃已被皇上关押，一切顺利。这次平太妃是翻不了身了。启禀皇后娘娘，李贵妃已有1个月的身孕。什么？可是真的？臣恭喜皇上，恭喜皇后娘娘。正经，贵妃这胎你务必亲自看顾，万万不能有闪失。皇上子嗣兴旺是王朝兴盛之象，只要这孩子平安生下来后，往后再不会有人拿子嗣之事来烦扰皇上。是，臣告退。马上为本宫梳妆，本宫要去把这件喜事亲自告诉皇上。可娘娘，李贵妃身居高位，她怀孕，往后咱们太子岂不是又多了一位竞争对手？太子是本宫嫡储，又被早早的封为太子，即便往后宫中再多的孩子，只要太子不行差踏错，谁都动摇不了他的位置。娘娘，您只有太子一个，到底太单薄了一些，倒不如为太子生个血脉相连的亲兄弟，这样太子也多一个助力。本宫岂是不想生，只是当年太医说了，本宫的身体往后很难再有孩子。奴婢知道一个偏方，试试也好，去准备吧。
这个方法当真有用？宫外很多夫人们都是用这个得子的，只要用皇上的元阳浇灌幼蜂，您再将幼蜂吃下，便可得子。娘娘，您没事吧？快，小神医，本宫的肚子好痛，快！荒唐，皇后糊涂，就算想要孩子，也不能听信偏方，怎能连这个道理也不明白？简直胡闹！皇后娘娘不是糊涂人，想来是知道离贵妃有喜，着急了。走吧，随哀家去一趟坤宁宫。叶儿，皇祖母，太子，你可吓死哀家了！服侍你的宫女太监呢？怎么把你一个人扔在这里？皇祖母，你别生气，是叶儿让他们退下的。叶儿，你一个人太危险了，以后万不可如此。你可知你母后若是发现你不见，该有多担心？叶儿知错了，以后一定听皇祖母的。您能不能劝一劝母后？叶儿以后再也不随便乱跑，不惹母后生气了。你这么乖，你母后哪里舍得生你的气？但是叶儿，后宫并不是这么安全，以后不能离开大人的视线，知道吗？哦。你若是喜欢蹴鞠，让坤宁宫的宫女太监们陪你玩就是了。皇祖母在母后宫里玩，会打扰到她休息的。这孩子，哀家都有些羡慕皇后呢。你今后来慈宁宫玩，皇祖母可以陪你蹴鞠。皇祖母，真的吗？当然，皇祖母从来不骗人的，更不会骗你这个小家伙。皇祖母太好啦！好，随皇祖母去看你母后。儿臣参见母后。皇后，你可知罪？儿臣不该服用那些阿杂玩意儿，儿臣知罪，还望母后不要告诉皇上。皇祖母，母后生病了，不要怪母后。给你偏方的宫女可处置了。母后放心，已经打发出宫了。你刚刚说你知罪，哀家看你还是不知，哀家看你还是不知。其一，你听信他人之言，随意服药，且在事后并未第一时间逼问的宫女幕后主使，还放她出宫，愚蠢。其二，你让太子独自玩耍，给他人可乘之机。你可知朝野上下多少人盯着这个太子之位？母后骂得对，儿臣始终有蒙了心，若是太子有个万一，儿臣怕是也活不下去。你与其想着再生一个，不如想一想如何替太子争取更多，把坤宁宫打理好。你这坤宁宫跟个筛子一样，怎么保证你自己和太子的安全？儿臣知罪。你若是想要孩子，服下这颗药丸，以后莫要再相信什么偏方了。身子若是垮了，拿什么去庇佑孩子？母后，这是何物？这是哀家从一高人那儿得的，比起歪门邪道来的偏方，这一子丹服下不会对身体有坏处，还能治疗你的不育之症。当然，愿不愿意相信哀家，在你自己。儿臣谢过母后。你好好调养身体，哀家先走了。皇祖母，
叶儿今日的功课都做完了，能去慈宁宫蹴鞠吗？改日，今日哀家的慈宁宫还没准备好，把那牌匾擦一擦，这地再扫干净些，把边边角角都擦干净些。叶儿顽皮，少不得又去哪里蹭得一身灰。太后还要准备什么？方若，你把这强身健体的药丸放入给太子准备的汤中。这样的好东西，您当初为何不给王爷和公主用？他们用不上。唉，真是造化弄人。王爷和公主不孝顺，偏偏从小强健如牛。太子这么孝顺的孩子，却是体弱多病。奴婢多嘴了，这就去为太子准备汤药。王祖母，叶儿来啦！慢些跑，别摔着。王祖母这里真大，叶儿喜欢。看，王祖母给你新做了个蹴鞠。哇，好漂亮！叶儿要和王祖母一起玩。王祖母老了。王祖母一点都不老。你将太子打包送去母后宫中了。皇上，从前皆传言母后是个心狠手辣之人，如今臣妾却不这么想，反倒觉得她是真心疼爱叶儿。虽说母后帮了我们很多次，还治好了你的病，但叶儿从小体弱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皇上，你心中还是不能完全相信母后，对吗？毕竟我们不是亲生母子，南宫晨和南宫玉还活着，母后始终要多为他们考虑啊。皇上随臣妾去慈宁宫看看母后和叶儿，好吗？王祖母，你又没接住。那汤真是有效，我的老腰都3天了。皇后什么时候来给这祖宗接走？来人，给我把他摁住！皮猴子，跑得满头大汗，你母后怎么还不来给你接走？王祖母，你不要让叶儿走，你明明很喜欢叶儿，叶儿要伤心了。别装可怜了，赶紧回你的坤宁宫去，每天陪你跑好几个时辰。哀家身子骨都要吃不消了。主子，您和我们太子的身体都越来越好了，跑2个时辰都不会累的。来，叶儿乖，先把汤喝了。住手！母后，你在给叶儿喝什么？你怀疑哀家对太子下药？这皇上。自从太子来了宫中，太后每日请太医为太子诊脉，亲自教授太子功课，陪太子蹴鞠。您这样想，怕是要寒了我们主子的心了。父皇，王祖母是在给儿臣治病。儿臣自从来了慈宁宫，头不疼了，腰不酸了，一口气能干3大碗饭。叶儿看着长了不少肉呢。皇祖母只是嘴上嫌弃儿臣，实际上对儿臣可好了。对不起，母后，是朕误会了。既然不放心，就把太子带回去吧。父皇，儿臣不走，皇祖母懂得很多，儿臣要跟着皇祖母学东西。朕错怪母后，母后，您是一位慈母，恳请母后将伊儿留下教养吧。母后，皇上要应对朝廷内外的豺狼，臣妾要照顾后宫诸位怀孕的嫔妃，恳请您将伊儿留下，
救他。这容我考虑考虑。今日除夕，来都来了，先进来吃饭吧。来，伊儿是不爱吃吗？王祖母说了，儿臣以后是一国储君，要学会自立自强，什么都要学得快人一步，不能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。我们伊儿长大了，真好。父皇辛苦了，吃鸡腿。父皇不辛苦，你母后教养你，他才辛苦。他们来做什么？参见皇上、母后、皇嫂。平身吧。今日母后设下家宴，看来是没打算邀请我们兄妹。母后难道是老糊涂了，忘了谁是你的亲骨肉了？放肆！哀家倒要看看这对孽障是要闹哪一出。今日除夕，你们也入座吧。你们都已婚配，今日怎会忽然来母后这儿？母后，她也配本王称之为母后吗？江明珠，今日本王就要将你这个毒妇的罪行公之于众。你说说，哀家何罪之有？本王要娶那谢婉之时，你为何不阻拦？谢婉的父亲是敌国奸细，他们俩合伙害本王流落他国，受人凌辱。是不是你早就知道谢婉的身份？当初你执意要娶那民女，哀家劝也不用。再说哀家不是让你皇兄给你从敌国手中赎出来了吗？你我母子已经恩断义绝。哼，本王还没见过你这种母亲，亲手将儿子推进火坑，你好狠毒的心！你为了一个民女忤逆哀家的时候，可曾想过哀家是你的亲生母亲？贱人，你还有脸提？你对她不好也就罢了，本公主从小对你百依百顺，哪得罪你了？你为何抛弃我？你自己偏要嫁给一个下三滥，现在吃不饱穿不暖，与哀家何干？要守皇兄守皇帝，你还会这样对我们？你就是为了权力不择手段，为了讨好养子，不惜对自己的亲骨肉下毒手。你也配当太后？你这种贱人就该被丢到敌国，让你尝尝不被万人骑的滋味。放肆！来人啊！皇兄，还叫人呢？人都被我们支走了。你们到底要做什么？皇帝当够了，也该换我来当当了吧？哀家劝你不要作死！贱人！等我当了皇帝，第一件事就是把你这毒妇车裂刨落。哀家当初既然还求皇帝，无论如何留你们一命，真是多余。你少装好人了，你巴不得我们死了，好让你在太后的位置上高枕无忧。母后，朕不想违背与你的承诺，是他们欺人太甚了。你想怎么处置都随你吧。哼，宫外全都是敌国的人，你们这些任我宰割的鱼肉还做梦呢。你确实不配姓南宫，更不配当母后的儿子。你滚！朕以为在逆境你会有些长进，如今看来你真是无药可救。你以为皇宫是纸糊的吗？岂会被你们两个蠢货随意拿下？你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朕的监视之中。母后，我错了，都是皇兄，南宫城唆使我这么干的。贱人，你和江明珠一样贱！母后，我是您的亲女儿啊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。义儿，你说可以放过他们吗？我行知属3000，而罪莫大于不孝，罪臣贼子，罚。连6岁孩童都懂的道理，你们却不懂，真是白养你们20几年。来人，传旨，将南宫臣、南宫乐贬为庶人。是。母后，我知道错了。大齐国危矣，我大齐国亡也。我们的母子之情彻底断了。皇后，快传太医！
恭喜皇上、太后、皇后娘娘有喜了。叶儿要有弟弟妹妹了吗？先下去吧。是。传旨，皇后有喜，今日设登宴。是。母后，随儿臣去赏灯可好啊？皇祖母，我们去赏灯吧。好。